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不难找到那颗璀璨的明珠——深圳。而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只是广东的一个小县城——宝安。抗日战争中扭转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命运的上下平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40年3月，广东东江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领导者认为，部队东移海陆丰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结果却遭遇国民党顽军围追堵截。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遵照中共中央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调整行动，1940年9月中旬，中共前线东江特别委员会在宝安县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有部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第3大队和第5大队。第3大队开赴东莞，建设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留守宝安，建设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上下坪会议在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东移受挫、重返敌后的关键时刻召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会议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坚定了部队回师东莞、宝安、惠阳敌后战场的信心。会议形成了正确的决策，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岭山区由红山、大岭山、莲花山、水莲山等组成，北面是莞城，莞泰公路沿山区西缘直至太平，东面紧邻广九铁路与莞漳公路，南面与宝安县的阳台山遥遥相望。当地驻有日伪军3000余人，附近水乡地区驻有伪军刘如发、李朝部，共2000余人。此外，还有部分国民党顽军盘踞在横立、樟木头、塘下等地，并深入到大岭山的金桔岭、大朗等地，形成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1940年11月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到达大岭山地区，立足未稳，驻东莞日军调集后接桥头日军200余人奔袭大岭山区，妄图一举歼灭第3大。
但从长期斗争形势来看，第3大队以几十人对仗上千日伪军，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要想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就必须扩大部队规模。于是，中共东江特委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参建一支包括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内的人民抗日武装。大岭山区在1939年建立了中共大岭山区委，发展了一批党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许多乡村都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中共东莞组织领导的模范壮丁队曾活动在这一带山区。在此基础上，第3大队组织的群众参军活动，在大岭山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大批爱国青年争相要求入伍。与此同时，第3大队还深入发动青年农民拿起武器，抵抗日军侵略，先后在各村成立了组织严密、战斗力较强的抗日自卫队。大岭山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当地群众纷纷奔走相告，老模队又回来了。1941年5月，一支8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他们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日伪军据点，打开了战斗局面。第3大队在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连续3次击退水乡地区伪军，刘如发布200余人的侵扰，毙伤伪军多人，分别击溃了驻大朗、樟木头国民党顽军的袭扰和进攻，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第3大队由曾生任大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商业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入侵广州后，他临危受命，回到东江敌后，恢复中共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林平1908年7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团长、闽南红军第2支队支队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大岭山东面茂密的荔枝林中，隐蔽着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百花洞。百花洞和它周边几个村庄是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1941年6月10日，大队长曾生正在百花洞村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驻东莞县城的日军经过长时间窥伺密谋，派出长赖大队400余人和伪军200余人，采取突袭战术，一路从桥头经大径、大环直逼百花洞，另一路则从莞城经上下山门、蓟岭、新屋场直击百花洞，形成合围态势，妄图摧毁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在百花洞召开会议的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还不知道，一场恶战正向着这个安静的村庄逼近。
当时百花洞的情况是，第3大队政治委员林平和军事负责人梁红军带领领导机关住在大岭村，副大队长吴强带领第3中队保卫领导机关，第1中队住在大沙乡的长镇村，负责对北面日伪军和金居岭方向的顽军警戒，第2中队住在大环村，负责向管泰公路方向的日伪军警戒。狂妄的日军没有想到，他们刚进入大岭山区范围，就被第3大队后街情报站发现。通信员当夜把情报送到了正在百花洞的曾生手上。曾生得到日军进犯的情报，便派通信员到大王岭村向林平、乌强通报敌情，准备战斗，并立即作出部署，诱敌深入，调兵布控。6月11日拂晓前，曾生派人到大环村去联络第2中队，了解敌情，但派去的人去了不久便跑回来，报告大环方向发现了日军。曾生等人即率领百花洞抗日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制高点，同时派通信员速到大王岭村向领导机关报告。吴强一接到情报，便率领第3中队跑步赶往百花洞。1941年6月11日早晨，天刚蒙蒙亮，一队日伪军出现在通往百花洞的北面小路上。曾生一声令下，抗日自卫队立即向日伪军发起猛烈射击。日伪军遭遇突袭，阵脚大乱，慌忙卧倒反击，并拼死抢占北面山地。第1中队抢占大环村后高山，第2中队从龙山2村出发，抢占太公岭村后小山，第3中队抢占大环村对面，也就是百花洞左侧山岭。随后，曾生亲自率领抗日自卫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制高点。因为装备和人数处于明显劣势，只有利用地利优势打伏击，靠敌明我暗的游击战来阻击来犯日军。首战告捷，曾生并没有与日军硬拼，而是利用且战且退的迂回战术，让日军吃尽了不少苦头。与此同时，第1中队虎门队在中队长彭沃的率领下，已进至百花洞东侧的大岭村，抢占村侧山头阵地。这一年，彭沃刚刚25岁，却是名副其实的老红军。他于1930年在海陆丰参加红军，跟着彭派闹革命。1938年跟曾生回惠阳县平山组建游击队。他所率领的虎门队在1940年10月刚成立时只有29人，平均年龄19岁，武器装备也少得可怜。而此时已增加至近100人，步枪几十支，队里还有一位有名的机枪射手吕苏。日军以为击退了曾生的伏击部队，攻占了百花洞西北面的山地后，沿田埂继续向左侧的荔枝园进犯。日军大队长常濑骑着高头大马，率领日军100余人，踏入虎门队伏击阵地。彭沃果断下令，瞄准那骑马的军官打。吕苏一连几个点射，常濑应声倒地。刹那间，虎门队枪声四起，日军群龙无首，慌忙向荔枝园方向逃窜。当时枪声一响，常濑随即跌落马下，马跑了，人滚了几滚，倒在地上不动了。群龙无首的日本人一看中了埋伏，顿时慌了手脚，
吉北号人向荔枝园方向落荒逃窜，彭沃随即下令追击，彻底消灭残余日军。第1中队紧追溃逃日军，第2中队则冲锋在前，便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把小高地上的日军压制在草坑中，与日军形成对峙。吴强率领第3中队从大王岭赶至百花洞，与增生部会合，迅速占领百花洞南面高地。第2中队迅速移动到大环村北面山地的制高点，并配合第3中队切断了日军通往大环村西南的退路。住在附近的第5大队第1中队和重机枪中队迅速抢占了旗岭。与此同时，大公岭、纪岭、连平等地各乡的抗日自卫队和民兵也纷纷投入战斗。各乡抗日自卫队得知日伪军来犯的消息以后，立即抢占高地，利用一切武器，包括洋枪洋炮、土枪土炮，打击日伪军。各村群众积极登山助战，到处敲锣打鼓，呐喊助威。有的还在铁皮桶里点燃鞭炮，模拟枪弹声，威慑敌军。同时还自发组织起救护队护送伤员，并且为指战员送茶送饭，对取得战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连绵起伏的山脉上，到处是抗日军民，进犯的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虽然发动一次次疯狂反扑，企图突出重围，但均遭失败，被压缩在百花洞与大环之间的几个小山头上，进退两难。激战至6月11日下午15时，恼羞成怒的日伪军连续释放了2次烟幕掩护撤退，均未奏效。后来又放出军歌，向驻石龙的日军求援。大沙抗日自卫队击落了求援的军歌，截获了求援报告和地图。日伪军退路被断，突围无望，只得就地在荔枝园北端的小高地挖掘堑壕，固守待援。6月11日深夜，日军偷偷派2名士兵经大环村的博公坳向管城求援，结果在博公坳出口被大晋抗日自卫队捕获。6月12日上午，战斗仍呈焦灼状态，日军开始出动飞机支援，向被围日伪军空投食品、弹药，但在猛烈的火力射击下，飞机无法低飞，只得无劳而返。空投的物资也大多成为抗日军民的战利品。犹作困兽之斗的日伪军再次向连平方向突围，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仍旧未能得逞。绝望的日军被迫从广州、石龙紧急调集步兵、骑兵，一共1000多人，驰援百花洞，用火炮及重武器猛烈轰击，这才强行打开缺口，让被困的日伪军得以逃脱。历时2日的百花洞战斗，共毙伤日军50余人，击毙日军大队长常赖，缴获长短枪10余支。战马数匹及弹药物资1批，第3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共伤亡10余人。战后，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连平围举行了祝捷大会，会上政治委员林平、大队长曾生高度赞扬部队和抗日自卫队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战斗作风和革命精神，
以及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群众紧密支援部队作战的英勇行动，大会还展览了缴获的战利品。百花洞战斗的胜利，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返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保证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东江地区抗日军民胜利的信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战后，日军曾哀呼，百花洞一战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